男人在狩猎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，他看到身后一只棕熊突然向着自己冲过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扑倒。面对这个千斤巨物，男人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，他只能一边被撕咬一边狂叫，可声音也更加刺激到这头怪物。锋利的熊掌抓烂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肤。剧烈的疼痛让他无力再喊叫，而这也反倒让棕熊冷静了下来。然而，这可怕的噩梦却并没有结束。棕熊一脚踏在他的身上，熊掌挤压着男人的脑袋，但这回无论有多么疼痛，他都只能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声。经过一阵漫长的煎熬后，棕熊也以为猎物已经死掉，他暴躁地宣示着自己的主权，随后便向着熊孩子跑去。尼克强忍着剧痛爬向一旁，吃力地拿起了地上的猎枪。他知道小熊不可能这么快离开，也就意味着自己依然有生命危险。然而剧烈的疼痛也让他感到乏力，但他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。而此时棕熊又朝着这边溜达过来，枪声又再次激怒了这头巨兽。尽管子弹命中了棕熊的身体，但却不足以让他致命，反而使他更加的暴力。尼克又再次遭到无情的人猎，疯狂地在他的背后撕咬，直到叼着他甩出数米后，猎物又再次没了反应。尼克屏住呼吸开始装死，但棕熊依然不肯放过，他暴躁地把尼克给翻了过来，又再次开始确认猎物的死。棕熊暴躁地喘着粗气不肯离开，尼克也趁机拔出了匕首，在对方向他发起攻击时，尼克找准机会开始反击，伴随着锋利的匕首连捅之后，棕熊再也支撑不住。虽然成功反杀掉这头怪兽，但尼克怎么都不会想到，这却只是他噩梦的开始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队友才找到了他。然而当几人合力推开棕熊后，却被眼前所看到的给吓傻了眼。尼克不仅喉咙在向外喷血，后背更是抓出深深的伤口。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是如何办到的。有人认为这样的伤口活不过1个小时，然而尼克又凭借顽强的生命力，硬生生的撑过一夜。但队伍不能因他而停下，因为当地原住民是最大的威胁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队又再次踏上了行程，只有回到自己的营地才会安全。尼克就这样被抬在担架上，尽管会大大增加队伍的前进速度，但队友们都敬佩他顽强的生命力，没一个人愿意放弃他。然而随着脚下的积雪越来越厚，队伍的速度也越来越慢，可面前的这座雪山，他们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上去。负责侦查的2人也回来禀报，由于前方出现了坍塌，他们要被迫选择绕路。队长做了个艰难的决定，他命人蒙住了尼克的眼睛，如果再继续抬着他走，无疑会连累到整支队伍。但最终他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善良的小伙和尼克的儿子愿意留下来。除此之外，队长还拿出金币，留下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。假如尼克真的挺不过去，他希望能给他个体面的葬礼。然而4人才熬过一夜，老猎人就迫不及待地挖起了墓地。可转眼3天过去，尼克依然坚挺得很。他借口将2个年轻人给支开，随后来到了尼克的身边，说如果你再继续坚持下去，就会害死自己的儿子。男人决定体面地送他最后一程。可就在这时，儿子折返了回来，他拿出猎枪问男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没想到却被对方一把夺走，直接掏出匕首将儿子刺死。尼克亲眼目睹了一切，可由于他的喉咙被抓破，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拖走。等到另一个男孩回来，也发现了他的儿子不在。可这时老猎人告诉他说，刚刚在不远处看到了印第安人，如果再不走就会被砍下脑袋。说完就把尼克给拖进坑里。老猎人决定把他丢在这里自生自灭。男孩现在也没了办法，只好把自己的水壶留给尼克。强大的求生欲再加上复仇的性命，让尼克忍受着剧痛爬了出来。他知道如果被印第安人给发现也必死无疑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赶快躲起来。然而还没爬出去多久，他却看到了被冻成冰棍的儿子。而另一边，男孩也发现了室友蹊跷，他质问男人昨天为什么去了河边。男孩怀疑印第安人就是个谎言，因为他在河边装水并未发现异常。Tell me right now, be honest, did you see him? Put your rifle Did down. you see the reed? No. Not a single one. You fucking lied to me? You lied to me! 男孩被对方一把夺过武器，如今尼克已经死了，而他的儿子也下落不明。他认为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管住嘴巴，等到2人回去就都可以拿到不菲的报酬。然而老猎人却不会想到，尼克那颗复仇的心早被点燃。他慢慢爬回营地，收集起能用的装备，随后他披上毛皮大衣，爬向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。尼克砸断骨头，然后从里面抠出骨髓。尽管早已腐臭到难闻，但这也是他唯一能找到的食物。尼克艰难地爬到河边，可他才想喝上一口，河水竟从脖子上的伤口漏了出来。他被呛到剧烈的咳嗽。尼克从河边抓来一把干草，随后倒出火药，一股脑地附在了伤口上，最后再拿起点燃的干草，对准喉咙就顶了上去。强烈的灼烧也让他一下晕了过去。当尼克再次醒来已是晚上，他在崖边的山洞燃起篝火，饿了就吃腐烂的尸体充饥。想要走出这片荒凉的冰原，他就必须利用一切资源。
尼克本想在这里休养几天再继续赶路，可没想却遇到了一群当地的部落。如果被这群印第安人给发现，他知道一定会死得很惨。他被迫躲进刺骨的河水，可头上早已站满了人，眼看就要被对方给发现，他也只好顺着河流向下游去。但岸上的人还是拔出了弓箭，尼克慌忙地潜入水中，幸运的又躲过一只飞来的箭雨。然而巨大的危险却在前方等候，他被湍急的河水一下打翻，好在尼克抓住了一段枯木，才侥幸从瀑布中活了下来。尼克顺着河水一路向下，终于在一处拐弯的地方上了岸。他赶忙脱下厚重的皮衣，随后升起火堆检查伤口。由于长时间的浸泡，他的全身都已经感染，但尼克却没有时间休息，他必须尽快补充到能量。好在他有着多年的丛林经验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他穿好皮衣，拿起拐杖，可才爬上河岸，就看到饿狼正在围攻一头牦牛，他只能在远处观望，希望能捡些吃剩的食物。就这样一直到了深夜，尼克看到狼群在惊慌的逃窜，原来是一个印第安人驱赶走了狼群。尽管他知道这样十分危险，但饥饿也不得不让他冒险走过去。在印第安人拉开弓箭的那刻，他也高举双手跪在了地上。尼克表明自己没有恶意，只希望能给他一口吃的。虽然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天生就是敌人，但对方还是慷慨地丢给他一块牛肉。尼克捡起来就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。尽管血腥的气味让他感到恶心，但为了不让对方感到陌生，尼克还是强忍着全部吃完。第二天，他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对方，两人有着近乎相同的故事。男人敬佩尼克顽强不屈的精神，决定带着他一起上路。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尼克的伤势也越来越严重，终于在一场暴雪中再也坚持不住。男人赶忙拾来树枝升起篝火，随后又搭起帐篷，他用草药敷满尼克的伤口，剩下的也就只能靠他自己了。与此同时，男孩他们也终于回到了营地。老猎人谎称已经把尼克厚葬，而他的儿子却被印第安人给抓走。队长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，对于失去这个老伙伴，他也感到愧疚。而另一边，尼克也终于熬了过来。印第安人则为了寻找家人已经离去，他把仅剩的一条牛腿留了下来。尼克收拾好东西也开始赶路，可他还没走出多远，却被眼前所看到的吓傻了眼。没想到他的救命恩人竟莫名的被吊死在这里。不远处的一群白人显然就是凶手，但尼克却没有能力为好友报仇，他只能救下一名被困的印第安女子，在放倒一名壮汉的同时骑马就跑。好在马群受到惊吓才没被追上，可他的水壶却不慎丢到了这里。第二天，尼克被飞来的暗箭给惊醒，也不知从哪冒出一群印第安人，他反手掏出武器就放倒一个，随后慌忙的骑着白马又落荒而逃。可由于马腿被射了一箭，竟带着他一下冲出了悬崖。好在树枝分担了绝大部分的力量，尼克才侥幸的活了下来。但由于他躺在雪地里太久，身体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，眼看暴风雪即将来袭，为了能够生存，他抛开白马的肚子，把里面的内脏全部掏空，然后脱光衣服。尼克为自己造了个临时避难所，也只有这样才能熬过这寒冷的风雪。第二天，老天总算眷顾起尼克，他又再次的活了下来。虽然雪后的风景格外美丽，但他却没有心情多停留一秒。尼克走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，现在孤独已经成了他最大的敌人，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使命，将凶手的名字写在了墙上。而另一边，一个落难的男人敲开了基地的大门。男人说他们的商队被印第安人袭击，只剩他一人逃了出来。他希望能给自己一口吃的，随后掏出了身上的全部家当。男孩一眼就认出了桌上的水壶，这正是尼克不小心遗落在营地的。队长带着人马赶忙出去寻找，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发现了尼克。当看清他的正脸后，所有人也都被震撼到了。一个几乎被熊撕烂的人，竟然还能独自活着回来。愤怒的队长提着猎枪冲进房间，可此时老猎人早已消失不见，还顺手卷走了他们的财富。队长将愤怒都发泄在男孩身上，好在尼克说出了实情，他知道男孩当时也是被蒙在了鼓里，如今真正的王者已经归来，他又怎会放过杀死儿子的凶手？尼克同队长马不停蹄地开始追捕，势必要把这个杀人犯抓住。两人一路沿着脚印开始寻找，可却在一个岔路口突然消失，他们也只能被迫分开行动，而这也是老猎人所设下的圈套。不久，队长就率先撞见了男人，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胜算不大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掏出了手枪，枪声也一下惊到了尼克。可当他赶到后，却只看到了队长冷冰冰的尸体。尼克也只好先把他带回基地，而狡猾的猎人早已在必经之路上等候多时。他举着猎枪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，然而当翻开尸体的那刻却傻了眼。假装尸体的尼克突然起身，但却只打中了对方的肩膀。尼克抄起猎枪也紧随其后，可树林却成为了他的天然屏障。男人一个不小心滚落下山坡，尼克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但经过这样一摔也都精疲力尽。狡猾的老猎人也不想再跑，他想用儿子的死来刺激对方，可如今的尼克早已认清了他的嘴脸。尼克提着斧子就冲了上去，根本不给对方再讲话的机会。争斗中，尼克占据了绝对的力量，反手就将匕首插进了对方的小腹，但他也被男人一脚给踹开。尼克再次追了上来，他骑在了对方的身上，誓死要为儿子报仇。男人这时也开始慌了，他祈求尼克能放过自己，因为仇恨也会让后代一环连着一环。尼克听后也似乎意识到了问题，他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道理，
可就在他抬头的瞬间，却看到远处驶来的一队印第安人。尼克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他要把复仇交到上帝的手上。男人顺着河水飘了下去，而等待着他的却会更加凶残。尼克的大仇也终于得报，但此刻他已没有力气再逃。眼看印第安人朝着自己过来，可他们却并未选择动手。尼克这时才注意到，马背上的女人正是他偷马时顺手救下的那个人，他也因此被自己的善良给救下。